紧接着，机构负责人权威的声音响起，确认秦国栋与秦念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。秦家人听到这个结果，先是一愣，而后面面相觑。几人惊讶出声：怎么可能？他们愣神之际，我从负责人手里接过另一份密封的文件袋。原来爸爸真没骗我，秦念真是我亲妹妹。爸爸不明所以，但也松了一口气。看吧，爸爸肯定不会骗你，念念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妈闻言，一把抢过亲子鉴定。当看见最后一行确定二人为父女关系的结果时，她身形猛地一晃，刚想开口质问，我就笑着举起另一份文件。别着急啊，这里还有一份关于秦念的亲子鉴定。我自带假话成真系统，被首富秦家认回时，被我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养母拉着我妈的手，欲言又止，千万不要在这丫头面前说谎话。我妈不明所以，直到回到秦家后，我妈搂着哭唧唧的贾千金朝我笑，念念她从小身体弱，那间朝阳的房间还是让她住吧。我轻声反问，真的吗？她真的身体那么弱？妈妈点点头，着急道，念念体弱，这是事实，医生都说了，要是照顾不仔细，可是会晕倒吐血的。她话还没说完，倚在她怀里的秦念猛地身体一颤，一口鲜红的血直接喷了出来。客厅里瞬间死寂，秦念软软的倒了下去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。妈妈惊慌失措地围了上去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我站在原地，嘴角无声勾起，看假话可是会成真的。一行人将秦念送去了医院，他们一走，我直接让保姆把3楼的阳光套房收拾出来，我搬了进去。就这样过了几天风平浪静的日子。周末，秦念约我去逛街，回来时刚要上车，他突然捂着肚子说难受，要带着司机去旁边药店买药，让我等他。他刚一走，几个黄毛混混就搓着手猥琐地朝我围拢。我在心底冷笑，秦念啊，秦念，天堂有路，你不走地狱无门，你偏要闯，我就让你体验一下自食其果的滋味。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扬起拳头，3下5除2，几个混混瞬间被我撂倒在地。刚一回到家，我就装模作样的哭诉，爸妈，刚才有几个小混混想欺负我，要不是我略微懂些拳脚，我的清誉可就不保了，我一定要报警，抓住他们。话音刚落，门口就响起秦念急促的声音，千万别报警。他看见我毫发未伤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恨意，又继续说，姐姐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报警对我们家声誉不好。爸爸眉头皱起，念念说的没错，报警又不是过家家。哥哥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鄙夷。秦之夏，你照照镜子，你长这么丑，哪个混混瞎了眼要欺负你？妈妈顿了顿，看向我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一脸笃定，绝不可能是误会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，不然怎么解释他们冲着我就来了。我当时就站在秦念的车旁边，说完，我眼珠子一转，目光落在秦念身上，要不是冲着我来的，难不成？哥哥就立马接话，那辆车平时都是接送念念的，你站在那儿，他们肯定把你当成念念了，不然谁愿意靠近你这个丑八怪？还报警，你当警局是你家开的啊？有事没事浪费警力资源。妈妈也抱着秦念点头，没错，肯定是这样，那看来就是个误会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我一听连忙不干了，那可不行，万一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呢？爸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行了，秦之夏，你少给我们找麻烦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那些混混肯定是冲着念念去的，你自己倒霉，就当为你妹妹挡灾了。我压下心中的狂喜，又问，妈，你也觉得是这样吗？妈妈笃定道，是啊，那些混混肯定是冲着念念去的，既然你也没受伤，事关秦家声誉，还是大事化小的好。我吹着轻快的口哨，转身就上了楼，留下面面相觑的秦家人。傍晚，秦念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爸妈，哥哥晚上我有聚会，就不在家吃饭了。妈妈拉着秦念的手转了个圈，眼中满是宠溺，我女儿可真漂亮，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大帅哥呢。我在2楼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真好，就是不知道过了今晚这一家人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晚饭时，我反常的心情极好，吃了3碗大米饭，正准备出门消消食，就听见客厅里传来爸爸一声震怒，声音里还带着一丝颤抖，念念被混混欺负了。在哪发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一转头，正好看到爸爸面色惨白地举着电话，而妈妈已经双眼一翻，直接昏死在了沙发上。秦家人再次风风火火地冲去了医院，这一次我也慢悠悠地跟了过去。病房里，秦念脸上缠着绷带，露出的皮肤青紫交加，没一块好地方，他眼神空洞，生无可恋。妈妈抱着他，哭得几乎晕厥，爸爸则是脸色铁青，对着电话低吼，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几个混混处理干净。我靠在门框上，冷冷开口，这几个混混该不会就是差点误伤我的那几个吧？动作挺快啊，这就找准正主了。哥哥目眦欲裂地冲我吼道，秦之夏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念念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？秦念猛地转过头，眼睛里满是淬毒般的恨意，死死地瞪着我。看着病床上惨不忍睹的秦念，爸爸深吸一口气，念念受了偏大的委屈，我们必须补偿。这样，我把名下秦氏集团10%的股份转到念念名下，算是给他押金和未来的保障。妈妈和哥哥丝毫不觉得意外，一脸赞同的点头。我轻轻笑出了声，正愁怎么能把秦家的千亿财产收入囊中，我这偏心的爸就主动送上门了。我故作委屈道，爸妈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我这个亲生女儿回家，你们都还没给我补偿呢。哥哥指着我怒骂，秦之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是不是念念的什么东西你都要抢？爸妈明显脸色也不好看，我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，说道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在外面颠沛流离吃了18年的苦，本以为回到家会有爸妈的疼爱，
没想到我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养女。妈妈的表情刚有所松动，秦念就不甘落后，眼泪说来就来。爸妈，我觉得姐姐说的有道理，我只是你们的养女，我不配拿着10%的股份，你们还是把股份给姐姐吧，等我好了就从家里搬出去，再也不占着姐姐的位置。她一卖惨，可给爸妈心疼坏了。爸爸眉头一皱，看向我的眼神中甚是不满。秦之夏，你看看你都给念念逼成什么样了，我早就说过你是我们的女儿，可念念也是，不就是10%股份吗？你怎么什么都要争，你就不能让着点念念吗？妈妈刚想责备我，就听几名护士在一旁窃窃私语，原来是豪门真假千金啊，这真千金也真够可怜的，吃了18年的苦，地位还不如一个假千金。几人一听面子尚有些挂不住，妈妈开读一转，握着我的手安慰我，之夏，爸妈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苦，可是现在念念被欺负了，我们一定是要补偿她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厚此薄彼。我点点头，哦，不会厚此薄彼的意思是我也有10%了。哥哥当即指着我怒骂，秦之夏，你还要不要脸，这时候还想着争家产，你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怎么能跟念念比，还10%你也配？几名护士鄙夷地看着哥哥，这什么哥哥啊，不护着自己的亲妹妹去护一个假千金，脑子有泡吧？哥哥刚想开口就被爸爸拦住了。爸爸最爱面子，他脸色难看至极，清了清嗓子对我说，之夏，你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偏心，你现在还小，阅历不够，股份不是儿戏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公司自然有你一半。这话说得冠冕堂皇，本质上就是一张空头支票，可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眨着大眼睛看向妈妈，妈，我爸说的是真的吗？公司真的有我一半吗？我妈顾及几名护士的眼光，连连点头，当然了，我们怎么会骗你呢？你是妈妈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公司自然有一半都是属于你的。我心满意足地扬起笑容，转身出了病房，身后传来哥哥一声轻嗤，蠢货。我挑挑眉，很快你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蠢货。就在秦念出院的这天，爸爸接了一通电话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就在刚刚，通过一系列无法追踪但完全合法合规的股权操作，他名下以及他代持的总计50%的股份，全部瞬间转移到了我的名下，手续齐全，及时生效。至此，我成了秦氏集团持股50%，说一不二的绝对最大股东。客厅里，爸爸额头青筋暴起，气急败坏地低吼：“这绝对是操作失误！你立刻跟我去公司，把股份转回来！”我慢条斯理地笑：“凭什么？哥哥上前一步冲我吼：凭什么？这是你的股份吗？你就要？这是我们秦家的，赶紧把股份转回来，家里还能有你一口饭吃。”我抬眼看向他，你看清楚形势，现在是你们该求我，赏你们一口饭吃。毕竟凭我手里这50%的股份，我完全可以召开董事会，当场把他们一家人扫地出门。几人被我的气势慑住，脸色铁青，却不敢再吭声，掌握了公司的大权。接下来当然是要把秦念这个鸠占鹊巢的死绿茶赶出秦家。第二天，爸爸还是不死心的来找我，之夏，你不能一个人就占着50%的股份，按理说你们三兄妹应该平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总得给你哥哥和念念分点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没错，哥哥和我都是亲生的，股份是应该平分，可秦念呢？她只是一个养女，有10%的股份已经够了。而后我又装作不经意的开口，要是秦念也是你亲生的，我们3个人倒是可以平分，只是可惜了，她不是。爸爸刚想开口，可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讪讪地笑了笑，起身走了。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勾起嘴角，鱼儿上钩了。1周后，秦氏集团紧急召开股东会议，爸爸站在主位，清了清嗓子道：“各位，今天有一件家事必须向各位说明，关于股权变动，其实是一场误会。之夏，事到如今，爸爸不得不说实话，其实念念是你的亲妹妹，爸爸怕你刚回来伤心，一直没敢告诉你。”台下一片哗然，我坐在股东席上，鼓了鼓掌，精彩。爸爸见我反应平淡，立刻又说：“既然你们3个人都是我的亲生孩子，这股份就算是平分，你也该拿出一部分吧。你要是不相信，爸爸这里有一份权威机构的亲子鉴定报告。”我没接报告，而是一脸郑重地问：“爸，你确定秦念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”爸爸没有丝毫犹豫，拍拍胸脯，掷地有声道：“我确定秦念就是我秦国栋的亲生女儿。”我压下心中的狂喜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要求重新进行亲子鉴定。胡闹！哥哥立刻反对，爸妈和秦念脸上也闪过一丝慌乱。我挑眉，怎么不敢？如果是真的，怕什么？中股东对几人的反应也有些疑惑，爸爸骑虎难下，只得咬牙同意。很快结果出炉，在所有股东面前，鉴定报告被当场拆封。爸爸握紧拳头，哥哥站在一旁做贼心虚，而秦念则是躲在妈妈的怀中不敢抬头。紧接着，机构负责人权威的声音响起，确认秦国栋与秦念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。秦家人听到这个结果，先是一愣，而后面面相觑。几人惊讶出声，怎么可能？他们愣神之际，我从负责人手里接过另一份密封的文件袋。原来爸爸真没骗我，秦念真是我亲妹妹，爸爸不明，所以但也松了一口气。看吧，爸爸肯定不会骗你，念念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妈闻言，一把抢过亲子鉴定，当看见最后一行确定2人为父女关系的结果时，她身形猛地一晃，刚想开口质问，我就笑着举起另一份文件，别着急啊，这里还有一份关于秦念的亲子鉴定。众人面露疑惑，纷纷皱起眉头。我拆开文件，将最后的结果报告举起，面向所有人。当看清那份鉴定报告上的结论时，秦家人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瞳孔骤缩。
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死寂。爸爸猛地站起身，脸上血色尽失。这不可能！妈妈一把将报告抢过来，报告上正是妈妈与秦念的亲子鉴定结果。她浑身开始发抖，猛地将报告摔在爸爸脸上。秦国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原来秦念是你的种，但不是我女儿。那他妈是谁？爸爸慌乱地摆手，不是的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绝对是伪造的。你知道的，念念明明是领养的，怎么会是我亲生的？这肯定是假报告。我看着两人精彩的表情，语气平静。爸爸，你刚刚可是当着各位股东的面说秦念是你亲生女儿，怎么又反悔了？哥哥拿着那份鉴定报告，手都在抖。怎么可能？念念怎么可能会是爸的私生女？我勾起嘴角看向他，怎么不可能？你没听刚刚爸爸说吗？他说念念可是我们的亲妹妹啊。哥哥下意识张嘴，你胡说，那明明是……爸爸猛地瞪了一眼。哥哥他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闭嘴。我收起亲子鉴定，冷冷道，没关系的，现在私生女也能继承股份，你们说是吧？我话音刚落，妈妈就暴怒地跳了出来。秦国栋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忘了你这些财富是怎么来的。要是当年没有我，你不过是一个穷小子，你现在居然在外面给我搞了这么大一个女儿出来。爸爸额头冷汗不断渗出，众位股东窃窃私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秦念到底是不是秦总的亲生女儿？说不定真的就是他在外面的私生女。爸爸猛地一拍桌子，怒吼道，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，这份鉴定结果一定是假的。他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，秦之夏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你为了股份真是不择手段。这时秦念泪如雨下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恨我，霸占了你18年的幸福生活，可是这一切都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当年也是被爸妈抱养回来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爸爸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知道了，秦之夏肯定是买通了机构，想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机构负责人站出来，掷地有声道，我以名誉担保，本次鉴定流程完全合规，绝不可能出错，我们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爸爸冷哼一声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被秦之夏给收买了？我们换一家机构重新鉴定。我笑着点头，当然可以。在多位股东的见证下，样本被再次采集，送往另一家顶级鉴定中心，结果很快被送到会议室。爸爸迫不及待地撕开密封袋，颤抖着手抽出报告。当他看清上面白纸黑字的结果时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，瘫软在椅子上。结果与之前一模一样，秦念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可是却与妈妈无任何血缘关系。瞬间，整个会议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慢悠悠地开口，说不定爸爸早就知道秦念的身世，这么多年就是故意瞒着妈妈。妈妈像是被点醒，猛地转头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住秦国栋，你说那贱人到底是谁？爸爸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哥哥蹲在角落捂着头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念念怎么可能会是爸爸的私生女？秦念面色苍白，捂着胸口，下一秒就要昏死过去。妈妈雷厉风行，不到1周的时间就找到了秦念的亲生妈妈，果然是爸爸的初恋。她风尘仆仆的从农村赶来，看到秦念连忙扑了上来，我的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啊！当年生下你之后，在火车上把你给弄丢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秦国栋，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儿！爸爸一脸无奈，我是从孤儿院把她领养回来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孩子是你和我。说到这里，爸爸重重叹了口气。那女人却冷笑一声，说实话，我当年也分不清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，不过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是你的。爸爸咬着牙关，想撒气又撒不出来。女人拉着秦念的手，秦念却哭着往妈妈怀里躲，被妈妈一个耳光扇翻在地上。你个小贱人，跟你妈一样都是祸害，要不是这次阴差阳错查了你的身份，我还不知道我这么多年都在帮别人养孩子。他疯了一样扯下秦念身上的首饰，这些都是我秦家的东西，你一样都不配拿，赶紧带着你妈给我滚。见爸爸没有说话，妈妈瞪着他，怎么，秦国栋，你想跟你的初恋还有女儿一起滚出去吗？爸爸扑通一声跪在妈妈面前表忠心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年我跟他还有个孩子，我心里只有你和咱们的家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，从此跟他断绝关系。秦念瘫坐在地上，抱着爸爸的腿，苦苦哀求，爸爸，我求你别不要我，我不能跟他回去，我不能去农村啊，哥哥，快救我，哥哥，我求你了。哥哥想救，可是看见妈妈那龇牙咧嘴的模样，哪还敢多说一句话。最后秦念被那个女人生拖硬拽的拉走了。哥哥猛地将我一推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秦之夏，你现在满意了，全都是你搞出来的好事。我看着他眼神冰冷，你信不信我也可以让你滚出去？哥哥梗着脖子强硬道，你凭什么让我滚？我还是爸妈的亲儿子。我嗤笑一声，上下打量他，就凭你这个眼盲心瞎是非不分的蠢货也配跟我斗？父母冷战了几天，最终还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他们共同的儿子勉强和好了。经历这场巨变，一向被宠溺的哥哥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他主动进入公司，开始接触业务，在客厅遇见我，他掷地有声的放狠话，秦之夏，你给我等着，就算你有50%的股份又能怎么样？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，把念念风风光光的接回来。我用看跳梁小丑的眼神看着他，就凭你，省省吧，你们俩只有一起滚出去，团聚的份儿。秦家的公司再好也是秦家的，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秦之夏的公司。随即我开口道，你放心，只要公司不破产，我就会牢牢的把这50%的股份握在手中。
而你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哥哥怒吼，秦之夏，你想得美，公司不可能破产，股份我也一定会拿回来。可他当即像是想到什么，冷笑道，你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土包子，公司要是真在你手中，破产了也是正常。我装模作样的撇撇嘴，那可不行，公司要是破产了，我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。哥哥猖狂地大笑着离开了。秦之夏，你很快就会喝西北风了。第二天，秘书来报告，秦总，我发现您哥哥最近好像在伪造一些数据报表，不过很奇怪，报表上显示公司的运营状态不好，可明明公司挺好的。我吩咐他，你别管，放任他造假，不要的时候你可以出手帮帮他。秘书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点点头，照做了。没过几天，我刚一回家就见几人一脸焦灼地坐在客厅，看见我来，爸爸将一叠文件重重拍在桌上。之夏，公司出大事了，资金链眼看就要断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，你赶紧把名下的股份暂时转给我周转，否则咱们秦家就完了。妈妈也在一旁帮腔，言之凿凿。是啊，正是因为股份突然大变动，导致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你先把股份给你爸爸转回来，等公司彻底稳定下来，再分给你们兄妹俩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道，你放心，现在我已经知道，只有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妈妈绝不会厚此薄彼。哥哥瞪我一眼说，秦之夏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股份在你手里，公司才出现危机，现在是你该赎罪的时候了。见我没反应，爸爸还拿出了精心准备的财务报表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接触公司的业务，能看懂这报表。你看吧，公司的危机已经势不可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秦家真要完了。我根本没仔细看，我知道这肯定是他们找会计师精心准备的报表，我肉眼也看不出来任何破绽。我看着他们的表演，心中冷笑，真的吗？公司是真的快要破产了吗？爸爸一脸焦灼，是啊，宝贝女儿，爸爸怎么会骗你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为了秦家，我交出来。几人面露狂喜，妈妈抓着我的手，欣慰道，我就知道你才是我的好女儿。爸爸气急败坏地跑来质问我，秦之夏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公司的资金链怎么突然就断了？我睁大眼睛，满脸无辜地反问，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说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了吗？还有，现在股份都在你手上了，公司运营是你负责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怎么反而来问我？爸爸张了张嘴，满脸憋得通红。公司的状况急转直下，债务如山倒。没想到，不过短短几天时间，曾经风光无限的秦氏集团，竟然真的走到了破产边缘，就连住宅别墅都被银行贴上了封条，用于抵押还债。哥哥指着我的鼻子骂，秦之夏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你一回来，我们家就没什么好事。股份转给你，出了事，现在就算转回来也没用了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全家都要被扫地出门了。秦之夏，你终于开心了。我没回答他，而是点了点头，是挺开心的。所有的保姆早已被遣散，他们灰头土脸地收拾着行李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悠闲地翻着杂志。哥哥拖着行李箱，恶狠狠地瞪我。秦之夏，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等着被债主赶出去吗？我头也不抬，我为什么要走？这里是我的家。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嘲讽我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待会儿被人撵出去，我看你脸往哪儿搁。你现在知道这是你家了，你在背后搞小手段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这是你家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一家其乐融融的，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。见我没动作，妈妈不耐烦道，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还是没动，爸爸一把将我拽起来，秦之夏，你到底还想干什么？你哥说的没错，从你回来，我们家就没什么好事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，待会儿被人赶出去，丢的可是我们秦家的脸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训练有素的管家带着一众佣人步伐整齐的走了进来，三人连忙往后退。行了，别管他了，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丢人现眼，他这种人就该被人打一顿。可就在他们三人刚走到门口时，那管家却径直领人走到我面前，整齐划一地鞠躬，秦小姐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门口的三人目瞪口呆，爸爸惊怒，交加地质问，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管家不悦地回头，秦先生，我没记错的话，现在这栋房子应该与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吧？请你们立刻出去，我们要为秦小姐服务了。三人瞪大眼睛，如遭雷击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为她服务？哥哥突然嘲讽出声。管家，我看你是认错人了，这个人就是我那个便宜妹妹，不是什么你们要找的秦小姐。她不要脸，在这赖着不走，反正你们要是觉得她碍眼的话，直接给她丢出去就行。爸爸也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她这个赖皮狗随你们怎么处理？管家疑惑地看了他们一眼，随后又恭敬地朝我鞠躬，秦小姐，请您吩咐。我缓缓起身，目光扫过三人震惊又惶恐的脸，不好意思，忘了通知你们，收购秦家所有债务并买下这栋房子的人就是我，现在我才是这里唯一的主人，也是你们最大的债主。在几人愣神之际，我大手一挥，对着管家吩咐道，把这几个人连同他们的东西一起给我扔出去。当初在获得公司50%的股份后，我并没有闲着，而是利用这个优势积极社交，早已拓展了我的人脉圈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而后趁着秦家的危机，我率先出手收购，至此我便收购了秦氏旗下所有的子公司，包括这栋别墅。被赶出去时，哥哥朝我大声怒吼，秦之夏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你怎么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债主？你的股份都已经转回来了，你有什么能力？我看你就是找了一群人在演戏，你有必要吗？父母一听也反应过来了，
爸爸指着我的鼻子骂：秦之夏，你到底还想干什么？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找回来，任凭你在那家被搓磨死，直到管家一挥手，几个保镖将他们按在地上，才让他们闭了嘴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三人，冷冷道：你们要是不识相，那就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我一个眼神示意，几人直接被甩出了别墅。门外哀嚎声，撕壁服。被赶出去后没过几天，几人又辗转在公司楼下，找到了我。一见到我爸爸就厉声质问，我就说我们秦家怎么会倒得这么快？原来是你这个内鬼，一切都是你做的手脚。你要是现在把所有一切都还给我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你还是我的女儿。我冷笑一声，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眼里。见威逼不成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声泪俱下的哀求：女儿，以前都是爸妈，不对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秦家不能倒啊！你把公司交给你哥哥打理吧，他可是你亲哥哥，以后我们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让你风风光光出嫁。你让我们回去吧，苦日子我们实在是过不惯，以后我们一家4口整整齐齐的在一起。我冷漠的瞥他一眼，我看还是你们3个人整整齐齐在一起比较重要，我的东西与你们无关。哥哥当即暴跳如雷，秦之夏，你个白眼狼，一回来就搞垮了我们秦家。爸妈虽然没有养你，但至少也生了你一场，你居然这么对我们，你要是不把公司和家产都还回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，好啊，我等着你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不放过我。见硬来不成，他们又开始卖惨。妈妈捂着胸口咳嗽一声，之夏，不瞒你说，我和你爸被查出来得了癌症，现在我们手里没钱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爸爸也配合着他。是啊，医生说我们没多少时间了，我们一家人才刚刚团聚，总不能就生离死别吧。若是治不好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们兄妹反目。你让你哥哥进公司吧，我看着他们拙劣的表演，只觉得好笑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我招了招手，保镖将几人拖走。1周后，哥哥红着眼在楼下堵我，咆哮着质问：秦之夏，你他妈到底干了什么？爸妈真的都查出来胃癌，晚期，医生说活不了多久了。我瞪大眼睛反问：他们不是本来就癌症晚期了吗？哥哥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拽着我去了医院。仅仅只是几天的时间，2人像是苍老了10岁，不止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泪流满面。之夏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终于醒悟过来了，原来正是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偏心，才导致了今天的恶果，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报应。但是我临死前最后的心愿，还是希望你让哥哥进公司，只有你们兄妹齐心协力，才能重振我们秦家。我拍拍2人的手，没有回答。秦家已成过去式，哥哥与秦念入狱的消息还是在小范围里激起涟漪。我漠不关心，直到私人侦探送来一份意外的调查报告，关于我的养父母。侦探顺着线索追查，发现他账户里曾有一笔来自海外的匿名汇款，时间就在我被秦家认回前3个月。而养母在我离开后不久就病倒了，是长期劳累积郁成疾，也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。养父终日酗酒，家徒四壁。侦探拍的照片里，养母躺在床上，眼窝深陷，望着破旧的天花板，手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。我让助理以匿名慈善捐助的方式给他们送去一笔足够养老看病的钱，并安排了最好的医疗资源介入。我的集团步入正轨，我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审视自身。直到在一次高端酒会上，我遇到了顾成宇。顾家是比巅峰时期的秦家更为底蕴深厚的家族，顾成宇是这一代中最出色的继承人，英俊沉稳，能力超群。他主动走来与我交谈，话题涉及行业趋势与海外市场，见解独到，风度翩翩。他会记得我咖啡的喜好，在我连续加班后送来温热的夜宵，不过分，殷勤却恰到好处的熨帖。我心底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涟漪，秦家的教训太深刻，亲情尚且如此，爱情又能有几分真？与顾家的合作项目进展顺利，庆功宴上气氛热烈，顾成宇的父亲顾老先生也出席了。宴席间，他笑着对顾成宇说：成宇，你眼光不错，秦小姐能力品行都是一流，若能成我顾家儿媳，是一桩美事。我清晰地看到顾老先生说完那句话后，眼底闪过一丝极快极复杂的情绪，并非全然喜悦。我举起酒杯，得体的微笑：顾伯伯过奖了，能与顾家合作是我的荣幸，成宇也帮了我很多。我派人私下调查顾家反馈回来的信息繁杂，但有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顾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我不是不相信他可能有的真心，而是无法承受这真心背后可能盘根错节的家族算计。我约顾成宇在安静的咖啡馆见面，明确表示目前阶段我无暇考虑个人感情问题。顾成宇沉默了很久，他指尖摩挲着咖啡杯壁，眼神里有失望，有理解，或许还有一丝如释重负。生活似乎重归平静的轨道。直到某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，是秦念。他啜泣着：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监狱里的日子不是人过的，我每天都做噩梦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帮我说句话，让我能保外就医。出去后我立刻消失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冷静地问：你的主治医生是谁？病历报告呢？监狱医院的印章、转诊建议似乎都无懈可击。最终我在保外就医的担保文件上签了字。然而1周后，私家侦探发来一些令人不安的照片。照片里秦念虽然依旧瘦弱，但气色似乎好了一些，在一个偏僻县城的网吧附近与几个神色闪烁的男人接触。紧接着我收到一封匿名电子邮件，里面是几张模糊的偷拍照片，主角是我，没有勒索要求，没有具体威胁，但那种被暗中窥视的感觉瞬间让我脊背发凉。几天后的深夜，座机突然响起，
接起来只有粗重的呼吸声。来电显示是网络虚拟号码。秦念的病或许是真，但他的悔改绝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我决定不再被动等待，事情处理得迅速而彻底。3名歹徒人赃并获，供出了秦念。秦念在其老家被警方抓获，面对铁证，他崩溃哭诉，是被哥哥逼迫，数罪并罚。哥哥和秦念的刑期被大幅追加，他们的余生注定要在高墙内度过。处理完这些，我感到了久违的疲惫。与秦家相关的最后一丝毒蔓，终于被连根拔起。我割断了最后的情感负累，所有的因果似乎都到了一个终点。